欢迎来到智慧星球，智慧值得传播。祝您听书愉快。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埃隆·马斯克传》。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埃隆·马斯克都是一个复杂的人。作为一名成功人士，他的身份复杂。他是硅谷走出来的创新者，是世界首富，是美国工程院院士，偶尔还因为出格的言行客串一把网红。作为一名企业家，他旗下的公司也很复杂，有制造电动汽车的特斯拉，研究火箭的 SpaceX， 研究脑机接口的 Neuralink 公司。他还成立了一家公司叫无聊公司，研究一种高铁新技术。他还是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他在2023年刚刚收购了推特，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私人产业。作为一个人，他的性格也很复杂。他的弟弟也是他第一个创业伙伴就曾经说过，我非常爱我的哥哥，但和他一起工作真的很费劲。连比尔盖茨也被马斯克正在做的事情所吸引，想要和他交朋友，但是却因为无法容忍他的性格，两个人闹到不欢而散。总之，马斯克是个从各个方面都很难被总结的人。他有非常极端的优点，也有非常极端的缺点。有的时候人们看他的言行会觉得这是个妄人，甚至是个疯子。有的时候他又真的在创造历史，改变世界。那么马斯克何以成为马斯克？他这种矛盾的性格从何而来呢？如果是看新闻，你会觉得马斯克常常一拍脑门就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但是如果你回到他的人生路径中去看，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是有迹可循的。比如说，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给他改名叫 X， 估计当时看到新闻的人都觉得他真的是想一出是一出啊。但是如果你梳理一下马斯克的创业史，就发现这一点都不奇怪。你可能知道马斯克创办了互联网支付平台 PayPal， 而 PayPal 的前身就叫 X.com。 当他因为 PayPal 赚到了钱，又把目光投向太空领域时，他又创办了 SpaceX 公司。你看，又是带着个 X。 马斯克虽然是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但是他对于人工智能领域有自己的想法，于是他干脆自己成立了一家人工智能的公司，名字叫 XAI。 听到这儿，你就会发现马斯克心里边对于 X 真的是有一个执念。这样看起来，他给推特改名就不奇怪了。这当然是个小事儿，不过也能说明一点，即便像马斯克这样复杂的人，我们也能从他的人生轨迹中看到规律，就像是找到一块块的人生拼图，他们拼出了如今这个复杂的马斯克。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埃隆·马斯克传》，就能帮助我们梳理马斯克的人生轨迹，了解马斯克何以成为马斯克。这本《埃隆·马斯克传》的作者是著名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他的上一部作品是风靡全球的乔布斯传。此前他还撰写过基辛格传、富兰克林传、达芬奇传、爱因斯坦传。如果对全球传记作家的影响力做排名的话，艾萨克森将毫无争议地坐上头把交椅。为了这本传记，艾萨克森跟踪采访了马斯克2年多，参与了他人生和事业中大大小小的事件。艾萨克森不但采访了马斯克最亲密的家庭成员、朋友、同事，很多跟马斯克有过激烈冲突的人，包括他的父亲、前伴侣、前同事、竞争对手等，也都接受了艾萨克森的采访。所以这绝不是一本单方面吹捧或神话马斯克的传记。在还原一些马斯克重大人生事件的时刻，艾萨克森会寻找不同的当事人，从多个角度来交叉验证事实，甚至会出现同一件事件里不同当事人给出完全相反说法的情况。另外，马斯克非常尊重艾萨克森，自始至终都没有干预过这本书的创作，在书正式出版前也没有读过原稿。考虑到这本书是中英文版全球同步发售，如果你读得足够快你甚至会比马斯克本人更早读完这本书。这本书是2023年9月出版，在我写下这期音频的文稿时，这本书的内容还在向读者严格保密。那我是怎么读到这本书的内容的呢？因为我是这本书中文版的第一译者，我有幸从2023年初就开始阅读这本书。在艾萨克森还没有完稿的情况下，我和另一位译者刘佳琪就在同步进行翻译，中间经历过多次内容迭代，
艾萨克森推翻了不少初稿内容，做了大刀阔斧的修改。从每一次修改痕迹里，我能感受到艾萨克森对这本书的用心和严谨。这几年来外界对于马斯克的赞誉和争议几乎一样多，大多数人都带着强烈的偏见或滤镜去看待这位创新狂人。但艾萨克森却站在冷静、客观、真实的视角，打破偏见和滤镜，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不加修饰的马斯克。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中文版超过600页，里边有大量关于马斯克的细节。怎么帮助你在20多分钟的时间快速了解这本书呢？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像我们前面所说，马斯克虽然复杂，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人生轨迹中看到规律，就像是找到一块块的人生拼图，他们拼出了如今这个复杂的马斯克。接下来我就来为你介绍马斯克人生中最重要的3块拼图。第一块拼图是马斯克的童年。马斯克的童年其实过得非常矛盾，一方面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天才，是人们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正好我还能提供一个例证，2020年马斯克的妈妈梅耶马斯克的自传《人生有我》上市，我有机会对梅耶做过访谈，我们聊到了马斯克的童年。我读了马斯克的前一本传记《硅谷钢铁侠》，看到马斯克小时候非常喜欢读书，周末可以一天读完2本书，所以我一直很好奇，就问梅耶，他是怎么培养马斯克让他爱上读书的呢？梅耶的回答是，他从一开始就是自己想读书。埃隆和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当他读完任何东西，他就过目不忘。马斯克甚至读大英百科全书也能过目不忘。家里人都认为马斯克就是个天才。当时梅耶的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当时问他，你这一生最好的投资是什么？他回答，如果你问的是财务上的投资，那一定是特斯拉的股票。但如果是人生的投资，那一定是投在我孩子身上的时间。但是另一方面，马斯克的童年又很不幸。马斯克之所以热爱阅读，其实有一个原因是他小的时候很不擅长和人打交道。他说，人们说啥我就按字面意思去理解，只有通过读书，我才开始理解人们很多时候都会心口不一。很长一段时间，马斯克在学校里都是年纪最小、个头最矮的学生，也不太会交朋友，结果就导致他从小在学校里被霸凌和殴打。甚至有一次，马斯克在学校被恶霸欺负，脑袋被打肿成了肉球，被送进医院，1周没有上学。甚至直到长大成人的几十年后，他还必须通过矫正手术去修复鼻子内部的组织。但这些肉体上的痛苦跟父亲对他的影响相比都不值一提。在一次严重的家暴事件之后，马斯克的父母离婚了。10岁那年，马斯克搬去跟父亲住，这也成了他人生中最后悔的事情之一。埃罗尔·马斯克的身上有很多矛盾的特质，他既无赖又有魅力，既有着工程师的缜密逻辑，也有着幻想家的异想天开。但对于小马斯克来说，最致命的是父亲对他毫无同情心。马斯克在学校被小混混暴揍的那一次，父亲居然站在了施暴者的一边。他从医院回家之后，被愤怒的父亲狠狠训斥了1个小时，被骂得一无是处。从10岁开始到17岁，马斯克与父亲相处的7年就像在开盲盒，他永远也猜不到父亲什么时候会变得明媚欢快，什么时候会变得阴沉恶毒，好坏转换可以在一瞬间完成。虽然长大之后，马斯克很少谈论他的父亲，但是从很多事情能够看出来，父亲对他的影响是一生的。我在书里看到这样一个细节，成为富豪的马斯克会每个月给他父亲寄钱作为生活费。不过，一旦他看到父亲接受记者采访，说自己在马斯克成功的路上起到了如何重要的作用，马斯克就会削减他的生活费。这段童年也影响了马斯克自己做事的方式和性格。在这本书中，马斯克的前妻向艾萨克森回忆，他和马斯克之间有一个暗号，一旦他对马斯克说，你越来越像你父亲了，这就是在警告他，他正在堕入黑暗领域。马斯克也曾经对艾萨克森反思过自己的性格，为什么自己喜欢挑起戏剧性的冲突？
他说，我需要改变我的思维模式，不能一直处于危机战备状态。在书中，艾萨克森甚至猜想，马斯克如此执着要收购推特，可能不是出于商业考量，只是为了弥补童年的遗憾。这些年来，每当他身处绝境或感到威胁时，他就会回想起在操场上被霸凌的恐怖。现在他有机会坐拥整个操场了。帮助我们了解马斯克的第二块拼图是马斯克的工程师思维。在大学时代，马斯克先是在加拿大的女王大学读书，在大学期间，他就获得了一个在金融界实习的机会，加入一家银行的战略规划团队。不过，马斯克的实习经历并不开心，他觉得自己无法适应银行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马斯克身边有同学转学去了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马斯克索性也转了过去。作为常春藤盟校，当年的宾大学子面前有2条光明大道，一条是去华尔街做金融，一条是去硅谷搞科技。马斯克对于金融实在没有兴趣，于是他在硅谷寻找实习机会。大3暑假，马斯克在硅谷同时做2份工作。白天，他在一个研究所工作，研究课题是超级电容器，一种能够为电动汽车和太空武器提供能量的装置。晚上，马斯克在一家游戏公司上班，帮他们解决程序中的难题。当时因为计算机的兴起，硅谷的工程师们更喜欢研究软件而不是硬件，在他们看来，编程比焊电路板要高级。但是马斯克不同，他既喜欢硬件也喜欢软件。你从他这2份实习工作就能看出来，他既可以做编程工作，也喜欢操弄真实的元器件，2份工作都让他感觉快乐。游戏公司的工作让马斯克发现了自己做游戏的天赋，不过他对做游戏没有那么多热情，这份经历倒是让他成为一个狂热的游戏玩家。白天在研究所的工作最终没有实现太多突破，不过这份1994年的实习经历倒是在马斯克心中种下了研究电动汽车的种子。如果按照马斯克当年对自己做的规划，他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完本科，然后申请材料科学方面的研究生，继续研究为电动汽车提供动力的超级电容器。不过，当他在硅谷看到一个创业机会之后，就毅然决然下海，从此成为了一名创业者。虽然在宾大读书，在硅谷实习的经历加起来只有1年，但是这1年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马斯克一直不太认同自己是个商人，他觉得自己骨子里一直是个工程师。书中不乏这样的细节，比如2021年9月，艾萨克森见到马斯克是在 SpaceX 公司的会议室里。马斯克见到艾萨克森就说，我最喜欢干的就是这个，跟一流的工程师一起搞迭代升级，我整个大脑都兴奋了起来，就像欢度国庆节的时候一样兴奋。不过，马斯克身边那些工程师是不是一样兴奋，就要打一个问号了。因为艾萨克森眼看着马斯克和工程师们对着火箭设计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抠，不是要把这部分的重量减下来，就是要把那部分的成本压下去。马斯克的思路也非常工程师，比如他提出把火箭发动机的一部分零件换成不锈钢的，一些同事不同意，在那里据理力争。马斯克听完也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但是他说，咱们与其分析几个月，还不如试一下，大不了失败再换回来。快速试制就能快速验证出行不行，然后就可以快速修复这个问题。最终他到底是成功的将大部分零部件都换成了不锈钢材料。在 SpaceX 的生产工厂里，马斯克看到一个机械臂速度很慢，感觉拖慢了生产效率，他就把技术员找来。技术员告诉他，机械臂的厂家就是这么设置的。马斯克干脆直接重新写了一段代码，调整了机械臂的速度。包括因为马斯克而在创业圈大火的概念第一性原理，骨子里也透着马斯克的工程师气质，尊重物理定律，摒弃其他的成见与传统，通过一次次实验找到最好的技术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他这里，目标就是把火箭和电动汽车的成本降下来。这个想法非常的工程师。马斯克有一句挂在嘴边的话，不就是什么什么吗？又不是说要打破物理学定律了。不仅如此，马斯克在管理公司时，也往往因为他的工程师思维显得和其他老板不太一样。
书里边有这么一个细节，在收购推特之前，马斯克和推特高管一起开了个会，马斯克问了一连串问题，比如推特高管说他们估计虚假账户占用户总数的 5% 左右，马斯克立马就问，你们是怎么确定数量的？有没有更具体的数字？其他的问题还有，他们的软件工程师平均每天写多少行代码？他在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团队有200名软件工程师，为什么推特有2500名？推特每年在服务器上花费10亿美元，那占用这些计算时间和存储空间最多的功能是什么？这些功能是如何排序的？高管们答不上来，马斯克就很愤怒。推特高管们觉得马斯克就是来挑刺儿的，大概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为收购压价。实际上，在特斯拉和 SpaceX， 这就是马斯克管理公司的方式，他无法容忍这种不精确。无论是在特斯拉还是 SpaceX， 马斯克会在生产会议上不厌其烦地向其他人念叨自己的一套算法。在他看来，这套算法可以提升公司运行的效率。算法包含了5大戒律。第一条是质疑每项要求，提出任何一项要求时，都应该附上提出这一要求的人，不要只是说这是来自法务部门或者来自安全部门的要求，应该具体到这是部门的哪一位同事提出的要求。即使要求来自马斯克本人，马斯克也鼓励大家去质疑，对要求进行改进，让它变得不那么愚蠢。第二条是删除要求当中所有你能删除的部分和流程。虽然以后有些流程还要捡回来，但是马斯克提醒同事，最后捡回来的部分只能占到删除部分的 10%， 不然就说明你删减的还不够。第三条是简化和优化，这应该放在第2步之后，先简化再优化，免得大家对一个原本不应该存在的流程进行优化。第4条是加快周转时间，每个过程都可以加快，但只有遵循了前3个步骤之后才能这么做。第5条是自动化，这是最后一步，只有先质疑所有要求，删除不必要的部分和过程，把该筛掉的问题筛出来处理掉，然后再推进自动化。你看，这就是马斯克的思路，不论是研发还是管理，在他眼中都是一个系统，可以对这个系统进行改进，甚至改进的过程也被马斯克整理成了一个系统。虽然都是创新者，马斯克和乔布斯其实气质很不一样。艾萨克森在书中引用了甲骨文创始人埃里森的观点。埃里森和乔布斯、马斯克都是好朋友，他也是苹果和特斯拉的董事会成员，这让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2个人。埃里森说，乔布斯只需要把设计理念和软件工程做好，而制造环节则会交给别人，但是马斯克承担起了制造、供应链和巨型工厂等各个方面。乔布斯喜欢每天走过苹果公司的设计室看看，但他很少去苹果的工厂。相比之下，马斯克泡在装配线上的时间比他在设计室里的时间还多。这种比较也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马斯克身上的工程师气质。帮助我们了解马斯克的第3块拼图是马斯克对于人类未来的设想。根据艾萨克森对马斯克的访谈，在马斯克求知欲最旺盛的少年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书籍是科幻小说。其中马斯克最喜欢的3部作品，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严厉的月亮》，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还有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搭车客指南》。这3部小说讲了什么呢？严厉的月亮讲的是月球成为了人类流放罪犯的地方，整个月球被一个人工智能管理。当流放地出现叛乱时，人工智能最终选择牺牲自己，拯救人类。基地讲的是未来人类文明已经扩展到整个银河系，变成了一个银河帝国。在银河帝国最鼎盛的时期，一位天才科学家却预测，未来会经历一段长达3万年、充满无知、野蛮和战争的黑暗时期。于是他聚集了人类最优秀的科学家，来到银河边缘的一个荒凉行星建立基地，期望这个基地能够保留人类文明的火种。银河系搭车客指南开了这样一个脑洞：银河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文明，地球只是其中很不起眼的一个。有一个外星文明正在建设一条超空间快速通道，你可以理解成星球之间的高速公路。结果发现
地球的位置正好影响了公路修建，这个外星文明就把地球给强拆了。整个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为什么我要不厌其烦地把这3部小说的情节都为你复述一遍呢？因为这3部小说对于马斯克的影响极其巨大。你会发现他所有的商业版图，那个终极目标几乎都是受这3部小说主题的影响。那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可以用3句话概括。第一句话，让人类可以跨行星生存。第二句话，让人工智能保护人类。而这2点其实都是为了服务第3句话这个目标，保存人类文明的火种。梳理一下马斯克的创业史，你会发现马斯克确实在用他的公司一步步实现他心中的这个计划。马斯克创办 SpaceX 公司是因为他觉得可以重复使用的火箭是人类突破地球，从单行星文明向多行星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创办特斯拉研究电动汽车，创办无聊公司研究高铁的新方向，都是希望未来人类可以更多使用可持续能源。创办 XAI 是想要做出他心目中那个真正能保护人类、为人类服务的人工智能。创办 Neuralink 公司研究脑机接口，也是想要多一种方式，让人类可以不受邪恶人工智能的影响。马斯克拥有的6家公司，有5家都纳入他的这个终极目标当中。我知道马斯克的这个终极目标在我们听起来可能会感觉有些中二，但是他有自己的理由。马斯克发现技术进步并不是必然的，人们天然认为技术会自动进步，但事实是，如果不刻意保留，很多技术其实会消亡。古埃及建造金字塔的知识后来就遗失了，古罗马的建筑技术也一样。如果说这些都太过久远的话，那么上世纪美国登上了月球，但是后来航天飞行项目搁浅，很多知识也遗失了。所以马斯克认为需要不断努力才能保留人类的知识。而且马斯克还对于费米悖论非常痴迷。费米悖论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恩里克·费米在讨论宇宙中的外星生命时提出的。简单来说，就是如果真的像其他天文学家估计的那样，宇宙中存在其他文明的概率很大，那么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智慧生命的迹象呢？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对外星文明的估计过于乐观了。在马斯克看来，如果说地球是宇宙中唯一的文明，那就更有义务保护好这棵独苗了。在他看来，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人类可以在更多的行星上生活，而不是只在地球上，这样文明存续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书中引用了马斯克对艾萨克森说的一段话：真正的里程碑屈指可数，单细胞生命出现，多细胞生命出现，植物和动物的分化，生命从海洋走向陆地，哺乳动物出现，意识出现。在这个尺度上，下一个重大进展是显而易见的，使地球生命成为多行星生命。不管别人赞不赞同，反正马斯克是真的相信自己的奋斗目标具有划时代意义，他也一直以这个目标为动力在向前努力。到这里，这本沃尔特·艾萨克森的《埃隆·马斯克传》我就为你解读完了。通过我们发掘出的3块拼图，复杂的马斯克也变得更加容易被我们理解了。在这期音频的最后，我想和你分享艾萨克森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只是因为这本传记才出现的，艾萨克森在写作史蒂夫·乔布斯传时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乔布斯有必要这么刻薄，这么粗暴无情，这么沉湎于戏剧性冲突吗？他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乔布斯的搭档沃兹尼亚克。沃兹尼亚克说，如果由他来管理苹果，他会待人更友善一些，他会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苹果的每个人，而不会立即解雇员工。然后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但那样的话，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做出麦金塔。麦金塔个人电脑被誉为苹果最伟大的产品之一，在今天苹果的优秀产品上，你都能看到麦金塔留下的影子。在写作这本《埃隆·马斯克传》时，艾萨克森同样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这本书的最开头，他就引用了马斯克的一段话：对于所有那些被我冒犯的人，我只想对你们说，我重新发明了电动汽车，我要用火箭飞船把人送上火星。可我要是个随和放松的普通人，你觉得我还能做到这些吗？
如果他能更放松一点，更可亲一点，他还会是那个要把我们送上火星，送往电动汽车未来世界的人吗？艾萨克森在书中只是抛出了问题，看来要每个读者了解马斯克复杂的人生之后，给出自己心中的答案了。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星球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智慧值得传播，开启美好未来。谢谢您，再见。